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的单元呢，主要来跟同学们分享，利用旧版的函数呢，来抓取 A 表跟 B 表不吻合的记录哦。那在1128的影片里面呢，Miko 有跟同学们分享了使用新的版本呢解这个题目。那用新版本相对就容易很多，所以同学们，如果你的版本是新的版本2021以上的版本，你可以参考1128这一部影片哦。那另外呢，1129最主要是使用 Power Query 的方式。其实 Power Query 针对资料的整理呢，非常的强大。那 Miko 也很建议大家呢，可以多多接触 Power Query，不需要有复杂的函数哦，就可以进行资料的萃取，然后达到动态更新的效果。那今天我们要使用的是旧版的函数哦，所以适用在各个版本里面。今天我们的影片最主要会用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就是万金油公式哦。所以同学们如果看完今天的影片呢，觉得好复杂哦，不太容易理解的话呢，Miko 会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1104这一部影片，针对万金油公式呢，有比较详细的观念的说明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来解这个题目咯。好，为了要跟同学们同步哦，所以 Miko 现在所使用的 Excel 版本呢是2016的版本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荧幕上面的 A 表这个地方呢，目前有3:4跟 B 表重复的记录。好，那在 A、B 表合并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它已经把 A 表上面没有重复的记录，还有 B 表上面没有重复的记录给抓取出来了。我们来做一个验证，我们把这个西瓜的资料呢贴到 B 表上面。我们可以看到 A、B 表合并这个地方呢，西瓜就不见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如果呢再新增一个 B 表，新增一个4号好了。好，然后呢我们来一个水蜜桃。OK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水蜜桃新增上来之后，因为 A 表没有，所以呢，在 A、B 表合并上面就会出现。那如果我们把它复制到 A 表去之后呢，因为水蜜桃在 A 表已经重复了，所以我们的 A、B 表合并这个地方呢，水蜜桃就会自动消失了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需求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练习这一页哦。今天这个范例呢，在旧版环境底下呢，真的是比较复杂哦。Miko 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拆解哦，希望同学们可以努力完成这个练习哦。这个地方我会拆解蛮多个步骤的，最后才会完成 A、B 表合并哦。那其实呢，在我们的专家群组里面呢，像是齐大哥啊、张忍，还有 OPA 跟 Z 哦，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好的解法。那 Miko 会询问一下这几位专家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档案哦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Miko 会把这几位专家档案呢都放在下载区，让同学们下载。那同学们就可以参考这几种不同的做法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表这里。这里呢，我想要先用 A 表去跟 B 表比对哦，找出 B 表里面没有的记录哦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会用到 countif 的函数哦，计算笔数等于 countif，countif 就是求笔数。第一个是我们的范围哦，范围呢就是 F 栏的这些产品的记录。好了之后呢，F4 锁住。逗点隔开之后放的是条件哦，条件呢就是我们 B 栏的产品，所以我们把 B 栏的产品选取起来，一样 F4，好，然后右括号 Enter，好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苹果在 B 表里面出现过1次哦，好，我们把公式往下面带。OK，然后葡萄出现0次，凤梨出现0次。再来呢，针对这个0跟1，我想要用比较直觉的呈现方式哦，所以呢，我会再多一个 if 的函数进来。if 如果呢这个笔数的计算是等于0，代表是没有重复的记录，条件成立，我希望呢修一个叉叉。好，逗点隔开之后呢，如果条件不成立的话，我希望修一个 V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右括号 Enter。好，那这样子呢，有出现过的记录呢就是 V， 然后没有出现过的记录呢就是叉叉。好，然后为了更直觉的呈现呢，我想要把我们的记录这里选取起来。好，选取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来常用标签，然后格式化条件，醒目提示做一个重复值的显示哦，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哪些记录是有重复的。然后再来呢，针对管理规则里面呢，我想要把这个记录的笔数呢扩大到100哦，因为不知道我们的记录到底会有多少笔，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多一点点好了。同学们的资料如果很多的话，你这边就再设多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针对 B 表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把 A 表这个函数呢 Ctrl+C 复制，然后回来 B 表这边贴上。贴上去之后，我们只要把范围跟条件呢做个置换就好了。好，这里剪下来，然后在前面这里 Ctrl+V。同学这里要小心哦，逗点这里不要放错位置了。
OK，就这样子。好了之后呢，打勾。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查找出针对 B 表里面，然后 A 表没有出现过的记录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就要使用万金油公式来找出 A 表里面没有重复的记录。想要把这些叉叉的记录呢给放进来。这里呢，Miko 会把步骤进行拆解哦，所以同学们可以慢慢的理解。好，这里呢，我先输入等于，然后 if。我想要去找到在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叉叉的记录哦。那这个范围呢，我们先 F4把它锁住，然后我希望呢，针对资料的笔数呢，可以到100笔哦。那同学们一样自己添加，如果你数据更多，你就可以再加多一点点。好了之后呢，在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等于叉叉的记录？好，都点隔开。如果有的话呢，把它的列数给呈现出来。所以呢，ROW 里面呢，我们就放一个1，然后冒号98。那这边为什么要打98呢？因为我们的列数呢，从3到100就98笔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就输入1到98，然后这里要 F4锁住。好了之后呢，又括号2次。好，然后 Enter 之后呢，我们稍微往下面拉几笔看看哦。好，所以同学们会发现，诶，有几个一耶。这几个一呢，就代表在这几个列号上面出现的是叉叉哦。因为我们在旧版环境底下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带入到正列里面，它才能够呈现出它真正的列数哦。好，所以我在资料编辑列这个地方点一下，然后 Ctrl Shift Enter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呢，诶，这个不是叉叉，这一笔不是叉叉，然后第四列这一笔就是叉叉了，所以它回传出它的列数哦。所以4、5、6、7、8都是没有重复的记录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观念之后，我们想要把4、5、6、7、8这些列数呢往上挪，这样子我们上面才不会留太多的空白。好，所以我这边呢先还原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一个储存格这里，我们要把比较少的列数呢往上面放，所以我们要找到最小的列数，所以要放的是 small，然后左括号。small 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的资料范围，你要找到第几小的记录了。那我们要找到是第一小，所以第一小的记录呢，就是 ROW，然后括号 A1 就是第一列的位置哦，所以就是会呈现1。好，右括号之后呢，我们 Ctrl Shift Enter 看看哦。好，这样它就会带出第4列，最小的数字呢就是4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往下拖移。OK，所以4、5、6、7、8的列数就放在最上面了。同学们对于这个万金油的公式呢，如果不是太理解的话呢，就回头看一下1104这一部影片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想要把第4列的资料给带出来，也就是带这个 A004的这些记录哦。所以我们要把资料带出来，我们要用到的是 index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到等于这里，然后打一个 INDEX 开始。index 的第一个引数是你想要带出的资料范围。那我想要带出的资料范围呢是 A3到 B10的这个范围。好，我们范围选好之后呢，先 F4锁住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的资料列故意抓到100，所以我们就要对称哦，这里也是要100。那逗点隔开之后呢，index 第一个引数就是你要呈现的资料范围。第二个呢是你要找第几列的记录哦。我们刚刚 small 函数求出来的是第4列，所以它会找第4列的资料。最后呢，在逗点隔开是你要呈现第几栏的资料，那我们要抓出的是第一栏的资料，也就是 A 栏跟 B 栏里面第一栏的资料。好了之后右括号，然后一样 Ctrl Shift Enter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A004给抓出来了，然后一样往下面带。同学们其实可以把公式呢往右边带，然后这里呢我们改成2。好，第2栏，然后 Ctrl Shift Enter。好，这样子它就把葡萄给带出来咯。好，那如果同学的栏位呢不止2个栏位，可能好多哦，那这里我们就不要用人工的方式，我们就把这个 e 呢改成 column 这个函数，里面放 A1，这个代表回传 A1 的栏数哦。那 A1 呢在第一栏上面，所以它会回传1。好，然后再一个右括号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旧版，所以旧版在操作这个阵列函数呢，都必须 Ctrl Shift Enter 做结束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右边拉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会自动判断出 B1 了。好，然后把公式带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带下来之后，发现呢有些查找不到记录的，就会出现错误值哦。所以我们就来加一个 if error 进来，IFERROR，然后函数后面一个左括号，最后面呢我们给它逗点隔开，然后2撇2撇的空字串，然后右括号。
一样哦，Ctrl Shift Enter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已经结束了。我们把公式带下来。好，同学的资料量如果很多，你公式就多带一点点哦。好，那现在他已经把 A 表这些没有重复的记录呢，都呈现出来了。再来，我们把整个公式呢，Ctrl C 复制，然后给 B 表。这里我们要修改的几个地方哦，第一个是 B 表的资料范围，然后 F4 锁住。这个8呢，我们要改到100哦，一定要对称哦，100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哪里是有叉叉的呢？所以在这个西栏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改成的是居栏。好，然后一样 F4。好，这个地方一样改100哦。OK，那这样子就好咯。好，我们一样 Ctrl Shift Enter。好，然后再把它往右边带，OK，然后再往下面。好，所以呢，针对 B 表上面就 B123这几笔是没有重复的记录，那我们这样呢就已经把 A 表跟 B 表没有重复的记录给挑出来了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的下一个动作想要做的是合并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要把这几笔记录呢，应该要放在它的下面哦。所以呢，在 B 表的第一笔，我怎么让它知道呢？要排到 A008的下面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 B 几列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处理哦。这边呢，先跟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观念哦。所以这里我们用到了 row，然后 A1 就代表它会抓出第一小的记录哦。那我们把这里 Ctrl C 复制，好，复制之后呢，回来我们在旁边打一个等于，然后贴上。所以它目前是第一小，那我们把它往下面带。好，这是第二小、第三小的记录哦。那再来右边，我想要计算出 A 表里面符合叉叉的有几笔记录，所以呢，等于 COUNTIF，然后做括号。好，针对这个范围里面 F4 锁住，逗点隔开，条件是叉叉的记录有几笔。好，所以目前有5笔哦，我们这边有5个叉叉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把公式呢一样往下面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这里我会去做一个相减哦，等于这里去减掉这里。好，Enter 之后，我们再把公式往下面带。好，所以等一下第一小的位置会在哪里？是不是在这里这一列上面？所以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让这个奇异果 B001这里在这一列上面呈现出来。所以这边用的是这一个技巧，让整个资料可以往下面退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公式呢，Ctrl C 复制，然后回来这里。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在 row A1 的后面挂号这里，同学要小心哦，不要点错位置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去减掉，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个公式。好了之后，一样要 Ctrl Shift Enter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咯。我们再把公式往右边带，然后再往下面带。所以透过这个技巧呢，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B 表应该放在哪一列号上面了。最后，我们只要进行资料的合并就好了。同学们，如果觉得呢后面这个太复杂，其实你 A 表没有重复跟 B 表没有重复，已经计算出来就可以了。那这里如果你想要再继续挑战进行 A、B 表合并的话呢，就可以继续再看下去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会用一个 if 做判断哦，等于 if，然后做括号。这里呢，我们还是要修出第一列的记录 ROW，然后 A1，从第一列开始计算，然后呢有没有小于等于叉叉的记录哦？那我们刚刚那个叉叉的记录呢，Ctrl V 把它贴上去。我们刚刚透过这个 COUNTIF 的函数呢，计算出 A 表上面呢一共有5个这个叉叉的记录哦。如果小于等于5的话呢，就要呈现出 A 表。如果不等于的话，就要呈现 B 表。条件成立的话呢，我要修出 A 表。那逗点隔开，条件不成立，我想要修出 B 表。右括号，然后 Ctrl Shift Enter。好，所以目前出现1没关系。我们想要把这个 A 表的公式呢，整个等于不要复制到哈，这里我们只要复制这个公式，然后 Ctrl C 复制，放弃编辑，点这个叉叉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 Ctrl V 贴上去。好，然后呢，打勾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复制的是 B 表的公式哦，一样不要复制到等于。好，这里 Ctrl C 复制，然后放弃编辑，然后再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资料编辑列的箭头展开来，然后2这个条件不成立这个地方 Ctrl V 贴上我们 B 表的公式。OK，最后的步骤 Ctrl Shift Enter。
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咯。好，我们把公式呢往右边带，然后再往下面带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A 表跟 B 表呢不吻合的记录都挑选出来了。好，右边刚刚我们讲解观念的这里呢就可以先删除。好，那这个 A、B 表这里没有重复的记录呢，这边是为了做分解动作，让同学们了解哦，所以这里也不需要了，可以把它删除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这样子完成之后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哦，所以我们需要再做一点修饰。我们知道呢，资料如果没有建立表格的话呢，当你有新增的记录，你都必须去修改你的函数的范围哦。为了让我们的资料能够做到自动延伸哦，所以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 A 表跟 B 表格式化为表格，把范围选取起来，然后 Ctrl T。好，我们是一个有标题的表格，然后确定。确定进来之后，表格样式一样选择没有样式哦。好，然后再来针对 B 表。选取起来，Ctrl T，然后一样确定。好，再来表格样式，好，我们一样选择无样式。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呢，就是我们这个产品这个地方呢，要给它一个范围的名称哦。所以我们把范围选取好了之后呢，在名称方块这里呢，我输入一个 A 表产品，OK，好，然后记得要 Enter 一下。好，然后再来针对 F 栏这个地方一样，把范围选取起来，然后我们这边输入 B 表。然后产品，好，一样 Enter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必须再来修改我们的这个辅助栏这里哦。针对 Counter if 里面的范围跟条件呢，我们必须使用定义的名称哦。所以呢，这里 F3 进来之后呢，我们要选择的是 B 表产品。逗点隔开之后呢，F3 条件是 A 表产品。好，然后打勾。OK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再针对 G 栏的辅助栏这里一样选取起来，然后 Delete。好，F3 这里我们要先放 A 表产品，然后逗点隔开，条件是自己本身哦，所以 F3，然后 B 表产品，OK，打勾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验证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这个 A08的芒果呢，Ctrl+C 复制，然后在右边 B 表上面贴上。贴上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表格会自动延伸。当芒果已经两边都有了，所以我们的 A、B 表合并就不会出现芒果。那再来呢，我如果在这边呢多输入一个 B，然后004，好，然后水蜜桃。好，我们发现了 A 表没有水蜜桃，所以 A、B 表合并这个地方呢就会出现水蜜桃。那如果我把它呢水蜜桃 Ctrl+C 复制给 A 表，OK，我们可以看到它都自动延伸下来了。那你会发现呢，A、B 表合并这个地方就不会有水蜜桃了。今天整个课程呢，真的是比较复杂，Miko 也不知道今天的讲解呢，同学们能不能够理解哦。所以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多尝试几遍，在今天的范例里面可以学到蛮多的函数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跟同学们分享到这里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